最近好几个小伙伴跟我要山姆黄油餐包的方子，我研究的这个方子你们一定要试试，真的非常好吃，非常香，面包非常的松软，黄油香味浓郁，比山姆的好吃很多很多。现在天气热了，揉面之前一定要把材料都放冰箱冷冻一会儿再开始揉。我是分别把液体材料和干性材料都放在一起，然后去冷冻和冷藏。液体我冷冻，干性材料冷藏，差不多半小时吧，然后放在一起，再加入酵母揉面。除湿机5档揉13分钟，揉到面团出筋了，拉扯它，面团很有劲儿，不易拉断，然后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。因为这个是黄油餐包，所以这个黄油的量会比平时的小面包黄油量稍微多一点，但是它也不会很难揉，就跟平时做其他小面包揉面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只是这个时间会稍微的拉长一点。稍微要注意的就是面温尽量给它控制在26度左右，面温不要太高，千万不要超过28度。做这个面包我用的是顶贝麦芯吐司粉，如果你用跟我一样的面粉的话，你就按我的配方加点低筋粉。如果你用的高筋面粉筋度没有那么高的话，你也可以全部都用高筋面粉。液体量也要根据自己面粉的情况调整，我写的是250克牛奶，但我实际放了275克牛奶，我没敢写太多，主要就是怕大家揉完以后说太粘手了嘛。其实对于我来说，这个液体量根本就不够，放270多克我都觉得这个面团有点干。这个面包做起来挺简单的，就是要给它分成36份比较累人，然后我省了一道工序，省了中间松弛的时间，就是一发结束以后平均分成36份，然后给它排气滚圆，滚圆好以后就可以直接进行最后发酵了。要不然36个小面团中间还要松弛的话，然后再滚圆，那这手就作废了。给它摆在28乘28厘米的深烤盘里，每排摆6个，最后发酵35度，大约1小时左右。发到这个面团都相互挨着了，连在一起了，就可以烤了。表面可以刷全蛋液，把1个鸡蛋打散，然后过筛一下。或者你想让它更好看一点的话，就是1个蛋黄加10克牛奶，给它打散，然后刷在上边，刷一遍就可以。刷的时候可以稍微细致一点，把缝隙也刷到，这样烤出来以后颜色就是均匀的。放在烤箱的下层，最终我的烘烤温度是上火180，下火205度，烤了15分钟。差不多一半的时间表面就会上色，然后盖锡纸或者把上火温度调到最低。因为这个面团里有蜂蜜，很好上色，烤的时候也要看着点，不要让它表面烤的颜色太深了。出炉以后先震一下热气，然后上面放一个亮架给它翻过来脱模，然后再给它放上一个亮架，再给它翻过来。因为我手特别小，所以做这一步的时候就特别的吃力。你看翻过来以后它还跑偏了，跑偏了就跑偏了吧，反正没出屏幕就行。再给你们看一个我刚开始做的，直接就脱模失败了。其实面包做的挺好的，哎呀，这费劲劲儿的，急死我，笨死了。结果把这个面包的皮儿给磕了，所以我又重新做了一遍。这个是刷的全蛋液，上色没有刷蛋黄牛奶的漂亮。脱模以后趁热刷上一层融化的黄油，建议你们这个黄油一定要刷发酵黄油。做这个面包最好也用发酵黄油，风味会更好一些。看这个刚刷完黄油的小餐包，表面油亮油亮的，真的特别漂亮。你们来感受一下这个面包有多软，因为现在我不能撕开它，我不想为了要拉丝的效果而放弃告诉你们它怎么样是最好吃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重点了，刷完黄油以后千万要忍住，千万不要吃它，给它放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。我是给它放在发酵箱里放了1晚上，让黄油充分的融进面包里。第二天拿出来以后，你什么都别干，你先去闻它，你就会闻到很香很浓郁的黄油香味，这才是真正的黄油餐包。当然了，这个黄油啊，你尽量用好一点的，不要用太次的。你们看这个是放了1宿的小面包，它是凉的，也是可以微微的拉出丝的。要看拉丝效果的话，肯定是当天呢趁热撕开的时候拉丝效果最好。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，就放蒸箱里蒸了10分钟。面包吃起来非常软糯湿润，一入口就是很明显的黄油咸香，然后再细细咀嚼就会品尝到牛奶和蜂蜜的微甜口感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可以给它4个一组包起来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。